川普这位商人总统终于对中国经济挥下了致命一击。2025年4月2日，他在白宫玫瑰园高调宣布全球对等关税计划，对中国商品加征 34% 的对等关税，再加上此前已有的 20% 基础关税，总税率高达惊人的 54%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还寄出了 10% 的全球基准关税，以及对委内瑞拉石油额外 20% 的惩罚性关税，累计税率直逼 74%。未来，他甚至放言 100% 关税不是梦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对美出口的黄金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。54%的关税是什么概念？即便中国商家再怎么压榨成本、提高效率、贬值人民币，也根本扛不住这天文数字般的税率。路透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美贸易脱钩已成定局。曾经靠着低价席卷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，如今被川普一纸行政令打得满地找牙。拼多多、阿里巴巴这些电商巨头瑟瑟发抖，制造业老板们更是欲哭无泪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战，这是中国经济的灭顶之灾。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，202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高达4300亿美元，占中国对美出口的近 80%。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，中国对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超过 17%， 直接拉动 GDP 增长约 1.2个百分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旦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关上大门，中国经济将直接损失数千亿美元的收入，相当于 GDP 的 2% 至 3% 瞬间蒸发。更扎心的是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，2024财年通过小额免税政策进入美国的包裹数量高达14亿件，其中 70% 以上来自中国。而川普5月2日签署的新航政令，直接废除了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待遇。这一下，中国跨境电商的命根子被掐断。根据摩根士丹利的分析，取消免税政策后，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将上涨 20% 至 40%。试想一下，原本10美元的 T 恤涨到14美元，20美元的蓝牙耳机变成28美元，谁还会买？再看就业数据，中国商务部曾骄傲地宣称，跨境电商和对美出口直接带动了超过1000万人的就业，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 85%。而根据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最新估算，这次关税冲击将导致至少 40% 的商家破产，涉及300万直接从业者失业。如果算上物流、仓储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链，失业人数可能飙升至500万。这还不包括制造业的连锁反应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雇佣了超过6000万人，54%的关税就像一颗核弹，直接炸毁了他们的饭碗。川普一宣布关税政策，中国企业的股价就坐上了过山车。4月2日当天，拼多多股价暴跌 8%， 阿里巴巴跌幅超 6%， 京东也未能幸免，下挫 5.5%。这还只是开始。花旗银行分析师警告，如果关税持续加码，中国电商巨头可能面临 20% 至 30% 的市值蒸发。曾经风光无限的 Temu 和 Shein 如今成了烫手山芋。根据彭博社的数据，这两家公司在2023年为 Meta 贡献了近 4% 的广告收入。如今没了免税政策支撑，他们的数字营销预算恐怕得砍掉一半。更惨的是中小企业。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查，全国有超过200万家出口型小企业，其中 60% 以上年收入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。这些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 8% 至 12%， 而 34% 的关税直接吞噬了他们全部的利润空间。
举个例子，一个年销售额500万元的小厂，毛利润50万元，现在加征34%的关税，成本直接增加170万元，等于1年白干，还倒贴120万。这不是破产，是直接被逼上绝路。制造业血流成河，供应链断裂在即。别以为只有电商遭殃，中国的制造业更是首当其冲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，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和纺织品占比超过65%。而美国市场一旦崩盘，这些行业的供应链将面临灭顶之灾。以电子产品为例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零部件供应商。根据 Statista 统计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手机零部件价值高达900亿美元。如今，34%的关税加上10%的基准关税，税率直逼44%，谁还敢接单？纺织业更惨。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数据，美国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最大市场。2024年出口额达510亿美元，占总出口的22%。现在好了，54%的关税让中国纺织品在美国彻底失去竞争力。美国零售联合会警告，关税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，但在此之前，中国供应商将率先倒下。这话一点不假。根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，中国纺织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在5%至10%之间，54%的关税等于直接判了死刑。中国沿海地区曾经是出口经济的金三角，如今却成了重灾区。以广东为例，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省出口总额达1.2万亿元，其中对美出口占30%以上，直接带动就业超过1500万人。而这次关税冲击，保守估计将导致广东出口额缩水40%，涉及500万人的生计。深圳、东莞这些世界工厂的代名词，如今工厂大门紧闭，工人流落街头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仅东莞一地已有超过3000家中小工厂宣布停产，失业人数突破50万。浙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。作为中国出口大省，浙江2024年对美出口额高达800亿美元，占全省出口的25%。如今，54%的关税让宁波港的集装箱堆积如山，货运量骤降30%。浙江省商务厅一位匿名官员无奈地说：“我们连降价自救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仗没法打。”更别提那些靠出口为生的小县城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研，全国有超过500个县市的财政收入50%以上依赖出口。如今，这些地方的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这场贸易战，中国几乎是四面楚歌。欧盟、日本这些老牌经济体忙着和美国谈判减免关税，根本没心思帮中国说话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直言，美国关税是错误的，但我们得先保住自己。而英国商务大臣则表态保持冷静，与美国达成协议才是正道。至于越南、印度这些新兴市场，早就趁机抢占中国丢下的份额。根据彭博社统计，2024年越南对美出口增长了35%，印度增长了28%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美国还在拉拢盟友围堵中国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商务部正酝酿新规，要求所有境外卖家在美国注册公司，缴纳保证金，甚至公开供应链信息。这要是实施，中国卖家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，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，全球 GDP 将缩水 1.5%， 而中国将首当其冲，损失可能高达 4%。 回想当年，中国靠着低价商品和政策红利，在美国市场攻城略地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
2001年中国加入 WTO 时，对美出口仅为1020亿美元，到2024年已暴增至4300亿美元，增长超过320%。但如今，这一切辉煌都成了过去式。54%的关税，74%的累计税率，甚至未来可能的100%税率，像一把把利刃，刺穿了中国经济的命脉。面对美国的高墙，中国企业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，如果关税战持续到2026年，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缩水70%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。这还不算就业、财政和民生的连锁反应。54%的关税彻底宣告了中国出口时代的终结，中国经济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